大家好，新视角，今天我们聊一下李毅。其实，在之前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啊，只是因为最近我因为便秘，所以上这个洗手间的时间会比较长，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是刷到了他，就讲一下吧。他自称是7、8届的毕业生，82年参加工作，然后一毕业就到那个省委工作，好像是陕西省委啊。那我81年出生。61年的时候我就想入党，当时找到毛主席，毛主席跟我讲，你这个年龄还没到啊，就先回去等着，等到你出生了再来入党。我81年出生呢，这个毛主席又不在了，那么我最终也没有入党。所以啊，我是很有资格来讲一下李毅这个人的。那李毅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给他这个稍微查了一下，其实他是一个五毛。他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我也是一个社会学家，我研究的就是中国的五毛。其实五毛也是分3、6、9等的，我给五毛是分了三个档次，大五毛、中五毛和小五毛。有人就是讲这个李毅啊是个大五毛，其实我是要反驳这种观点的。那么我慢慢跟大家讲，就目前来说，在全中国的范围内，能够称之为大五毛的也就7、8个人，就是那个权力的核心机关里面那7、8个人，他们说的话，你在全中国范围内来讲，不管你是党员、干部还是群众，都要听，而且还要严格的去执行。那么这是大五毛，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做"大毛隐于朝"。那么大毛之下呢，就是中五毛。中五毛有哪些人呢？就是像赵立坚、像华春莹、像各级这个党媒以及海外的这些大外宣，这些就属于中五毛。所以我还有一句话叫做"中毛陷于市"，这个市是市井的市。你可以看到这个像赵立坚这样的人啊，他就是满嘴的市井之言、污秽之语，整个就是一个市井无赖的嘴脸，对吧？那么最低一档的就是像李毅这样的小五毛，他们就是拿着野地里面的那些鸡毛鸭毛当令箭。所以我还有一句话叫做"小毛伏于野"。我给你李毅啊，就是总结了3低，你有3低。一，你是地位低。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你闹出这么大一个笑话，就是一个这么大的闹剧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一个人民政府、各个人民团体也好，甚至说是党政军都没有人出来给你说话，这说明你在整个圈子里面的地位很低。其次，你的文化水平很低，你的文化水平大概也就是这个清华小学博士的水平，也就这个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他的那个视频啊？他是很引以为傲的，是到处去宣传他那个100分钟的这个深圳演讲。我可以很客观的讲，我没有看过。为什么我没有看过？因为我为了做今天这期节目啊，我去查了他的那些频道里面那些短视频，大概5、6分钟的。我看完那些短视频之后，我作为一个这个40岁的中年男人，我突然发现我有了女同志的怀孕的症状，这个真的太可怕了。我这个人胆子很小的，如果说我看这种短视频我都会怀孕，那么如果让我去把那个100分钟的视频从头看到尾，我估计我要难产啊。第三，你李毅情商低，人缘差，差到什么程度？你自己还有这个看我视频的这个观众啊，可以到那个世界各大平台去看他发的那些让人怀孕的视频，那些留言区，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不敢说所有啊，绝大部分的留言，我客观上是讲是绝大部分的留言都是批评和骂你的。有人骂你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有人骂的更离谱了，那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几乎是很难看到有小粉红啊去留言的，这说明你这个人的人缘是真的差。我打一个很不文明的这个比方，你李毅就是中共粪坑里面最臭的那一坨，臭到连这个粪区都不愿去舔。那些和你同级别的那些五毛和小粉红都羞于与你为伍。我再给你李毅总结一条，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就是资本的力量，
你背后的公司叫做北京中易网天信息有限公司，资金来源美国华尔街。你上对党国不忠，下对父母不孝，你父母把你生在中国，养在中国，党给了你饭吃，给了你工作，你跑去美国申请绿卡，申请完绿卡你还借用美国的资本，你潜回党国，你想干什么？李毅，你要搞清楚，你的国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打下的天下。你看这什么天？这共产党的天，这共产党的地，连你李毅的空气都是共产党的。长个脑袋，有点常识的都应该知道，在中国所有媒体都姓党，你居然张狂到敢说《新京报》不归党管，你是何居心？我告诉你李毅，你不要张狂，不要嚣张，不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以为《新京报》是个软柿子，你想捏就捏啊？人家那是个榴莲。你还企图把团中央也拉下水，以掩盖你假爱国真反共的狼子野心。你亡党之心不死，你何其雕毒！我这个实名这个建议啊，就是中纪委也好，中央监察委也好，要对像李毅这样的人啊进行一个调查。其实也不只是李毅啊，包括像司马南、孔庆东这样有海外亲属关系，又借用海外资本操控的这么一批人啊，要进行24小时监控，要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能抓就抓，能关就关，能重判就重判，能那啥就那啥。千万不能让这一小撮犯罪分子阴谋得逞，宁枉勿纵，切勿姑息。如果让他们这些敌对势力分子阴谋得逞了，那对习总书记中国梦的远景规划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其实李毅啊，我和你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等我哪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去找你，我们可以聊一下天啊，喝一下酒，吃一下饭什么的。我这个人其实真的很随和，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到畜生就要骂。你要跟我文明的聊也可以，我也可以很附庸风雅，像什么毛主席诗词啊、习主席语录啊，我是倒背如流。最后呢，我就讲一个题外话，就是我这一期节目为什么会出镜。其实这个也不能完全怪我，我是前2天是收到油管的一个紧急的一个邮件，那个邮件呢我就不在这里向大家展示了，因为我一手滑就给它删了。那个大概内容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之前发在这个油管向全世界发的这个视频啊，就发出去之后，这个熊视频，我的这个熊视频就是受到了这个海内外就是全球观众的广泛好评和这个巨量的这个点击。就油管就跟我讲，就这个要我这么干下去，他们那个后台的服务器可能会受不了，可能会这个停止运行吧，好像是什么的，我也不太懂啊。就要我在这一期视频就是想办法让这个点击率能够人为的降下来一下。我当时看到这个邮件我也懵了，我真的懵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办，跟太太商量，太太就灵机一动就想着，要不你出镜吧，你反正长得和李毅一样猥琐，你一出镜基本上那个点击率就下去了。我开始不怎么愿意，但是想一下，为了我这个频道还能活下去，就是为了这个油管还能够顺利运营啊，我就牺牲一下吧。所以这次就出镜了。那么我最后的最后，我再说一句话，就是向那些看过李毅视频的和没有看过我视频的观众，就道一声歉，也是解答一下这个袁腾飞老师的一个疑惑。对不起大家，我的这个裤腰带没系紧，恶心了，恶心到大家，我道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